告诉你一个秘密 ，MACD 其实不是趋势交易指标，你可能之前都用错了。欢迎来到阿哲频道，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 MACD 的最详细讲解。我们会讲一下有关 MACD 指标逻辑和 MACD 的真实使用场景。以前你对 MACD 可能有一些误解。好，那么目前而言，在事件范围内MACD 应该可以说得上是股市使用面最广、最受欢迎的指标。但是很多人对 MACD 其实并不了解，甚至呢有很多的误解，并且经常使用错误，导致成功率特别低。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讲一讲 MACD 具体的指标组成，以及它组成的逻辑和 MACD 具体的使用场景。好，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还未点赞关注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订阅本频道。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 MACD 的指标逻辑。MACD 呢是由这一位杰拉德·阿佩尔先生所创造或者说发明的。大家如果对他有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他的资料，也是一位传奇人物。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赘述。关于 MACD 的指标组成，它其实分为大体5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快速线，也就是图中的这一根橙色或者说黄色线第二个呢叫慢速线，图中的这一根蓝色线就是有些国外的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会喜欢把它叫做参考线。好，第三呢是红柱也就是 MACD 的能量柱红柱，好，也叫下跌的动能。第四是绿柱，也叫上涨的动能。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零轴，也就是中间的这一根水平线，我们经常呢将它称为水上和水下。好，这是5个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样的含义，以及该怎么样去理解它们所出现的金叉、死叉，以及水上、水下，包括红柱、绿柱的出现，究竟是什么原因？底层逻辑在哪里？怎么去理解？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一部分内容。好，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交易软件，具体呢来设计一下指标。本视频呢不牵扯到有关 MACD 参数的设置和改良，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详细讲一下怎么去改参数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按照原有的参数，也就是短周期12，长周期26，移动平均周期为9以这3个周期呢为例不改参数来讲一下它的一个逻辑。好，那么 MACD 的指标组成的逻辑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现在呢我把 DA MACD 的能量柱都关掉只留下一根快速线。好，目前你所看到这一根黄色线呢，就是参数为12的 MACD 的快速线。好，那这一根黄色线调出来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操作。接下来我需要把上面主图当中的 EMA 均线，也就是指数平均均线进行调取。好，大家如果是不知道怎么调的，可以在我们的一个键盘上敲 EMA， 点击空格，那你就会呢弹出一个指标的一个选项 EMA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角。好，那么在这里呢，我需要调出的2根 EMA， 一个是 EMA 12一个是 EMA 12。好，大家会发现 EMA 12和下面的 MACD 12参数的快线好像有点一样，甚至呢在很多时候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你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特点，但是你不要误会了， EMA 12和 MACD 的 DIF 12参数其实它不完全一样，有一定的细微的偏差比如说你会发现比如说在这一个位置EMA 12均线，它其实离前期的这个高点前期的这个均线的高点有一定距离你会发现但是下方的这一个 MACD 12参数的 DIF 也就是快速线，它其实是已经超过了的。你会发现感觉轮廓上一模一样，但是细微之处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它不完全相等不完全相似，不完全相同。
这里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操作，就是把 EMA 调取。大家看到现在就是 EMA 26和12在上图中出现了。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两根指数平均的均线调取出来呢？因为底下的 MACD 快速线，它其实它的出现，它的形成就完全与上方的两根指数平均均线有最密切的一个关联。它其实所表达的含义MACD 快速线所表达的含义就是上述两条12、26参数的 EMA 它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将如果大家呢是对指标有认识的，应该听过一个叫做乖离率乖离率。什么叫乖离率就是价格和某根均线的距离，我们叫乖离率叫 BIRS 这叫乖离率。那么底下的这个 MACD 快速线，它的性质有点类似，不过它呢研究的不是价格和均线的距离，它研究的是均线和均线的距离，也就是说这两根指数平均线它们之间的距离就是我们下方快速线所研究的对象。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MACD 快速线就是将 EMA 12、EMA 26之间的位置关系进行一个放大和数据化、量化，让你清晰去发现。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另外一根线，也就是 DEA 我们说的慢速线。慢速线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是对于快速线的平均对于快速线的平均，它呢相当于将上方两个均线的距离再次的去平均。所以你会发现的是 MACD 不管是快速线还是慢速线，它们代表的不是单纯的某根均线，它代表的是某两根均线这个根据你的参数调整，它代表是某两根均线它们的位置关系相当于一个放大和量化。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另外的一些组成部分，比如说红柱和绿柱，或者说呢这个 MACD 的零轴相信听到现在呢，你对于 MACD 的快速线、慢速线已经有了一点点了解你不至于呢像以前可能有些朋友说阿哲，我喜欢的指标是 MACD， 但是呢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有人说金叉买死叉卖，我平时也那么照做虽然效果不好，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挺喜欢 MACD 的。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之后你不只喜欢 MACD， 你还可以了解到 MACD。 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有关于 MACD 的另外三个内容另外三个组成部分。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红轴红柱和绿柱。所谓的红柱和绿柱，其实当你把上方两个均线、下方的 MACD 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慢慢会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自己想明白。这个红柱和绿柱呢，其实就是研究它研究的是 MACD 快速线和慢速线之间的距离。大家注意了，听好了好， MACD 的红柱和绿柱研究的是它本身快速线和慢速线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只要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会突然从红柱冒到绿柱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叉的时候金叉的时候。那什么时候会从绿柱转为红柱就是我们说死叉的时候死叉的时候，只要红转绿红柱转绿柱一定是金叉，只要绿柱转红柱它一定是死叉。因为 MACD 的红绿柱这个动量图，它其实研究的就是 MACD 快速线和慢速线它们之间的距离关系。当两者距离粘合，那么动量柱基本上就是不显示了基本上就临界了。
那么当发现了转折之后啊，你看快速线基本上往下了，也就是说快速线和慢速线的距离啊是负的啊，是负的，那么就是红柱。哎，如果快速线呢在慢速线之上，那么就是绿柱，是正数。那如果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远，那么这个绿柱就会越冒越多，越冒越长。而反之，如果这个快速线在慢速线之下，那肯定呢是负的啊，也就是它是红柱。那如果两根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哎，越来越远，它这个柱啊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长，它的值相差越来越大。哎，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捋一捋啊，再相对来说回顾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慢速线研究的不是快速线研究的是 EMA 参数12和参数26这两根均线的距离关系啊，距离关系啊，而这个红柱和绿柱呢，哎，它相对来说研究的是 MACD 快速线和慢速线之间的距离关系啊，也就是说呢 ，MACD 创始人啊，这个发明者，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阿佩尔先生，好，基本上他是很关注于均线之间的距离啊，均线之间的扩散趋势的形成和扩散的关系。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哎，指标当中的一些内在的一些逻辑。好，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啊 ，MACD 还有一个内容没有讲，就是它的零轴啊，它的零轴。好，这个零轴啊，我们经常会把它区分为水上水下啊。如果你是对 MACD 有所了解，或者说啊有所爱好去学过的，你应该会听过什么啊水下金叉不要买，水上金叉要参与啊，类似于一些口诀啊，一些口诀啊，有没有用了呢？我们今天不去做一个商讨，或者第二部分呢，我会稍微讲一讲。好，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叫水上，什么叫水下，这零轴代表什么？好，其实有一个特征，你认真看一下，上方两根均线，我们刚刚只说了距离啊，我们刚刚只说了距离是快速线的一个量化，是吧？哎，那么你如果再认真看一下上方两根均线，它发生金叉的时候，也就是说 EMA 12它金叉 EMA 26，也就是说这个焦点啊，这个焦点金叉的这一天，大家看好了，我放大一下。这一根 K 线啊，这一根 K 线，它就是12 EMA 金叉26 EMA 的时候出现的一根 K 线，而这根 K 线往下看到 MACD， 你会发现的是，其实刚好就是 MACD 快速线上穿零轴的时候，大家注意了 ，MACD 快速线上穿零轴的时候，就代表上方的两根均线。它研究的对象，它金叉了啊，它金叉了，哎，那么同时反之，如果注意了，如果你会发现某一天 MACD 的快速线首次下穿到零轴之下，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市场当中你所研究的参照的那两根均线，它已经死叉了。大家注意，它已经死叉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进入到水下和水上的一个关系，水上和水下的关系。也就是说 ，MACD 快速线在水下时呢，说明上方的两根均线它还没有金叉，所以呢，它就出现的是什么？空头的排列。那空头的排列，水下的金叉，哎，意味在空头趋势之下，那肯定呢没有水上好。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刚刚所说的水下金叉不要买，水上金叉可以参与，是吧？那水上金叉说明什么？说明就是MACD 水上，那说明上方两根均线已经是金叉，而且保持了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下就要顺势嘛。所以呢，如果你抱着一个趋势的角度去用 MACD， 那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水下金叉不要买，水上金叉呢，可以参与。好，这是对于这个零轴的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解释。那当然呢，有朋友可能会注意到，阿哲你只说了快速线，你没说慢速线啊。我们刚刚说了慢速线就是对快速线的再平均就是再次平均。
也就是说呢，慢速线的方向肯定和快速线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它是平均的关系，所以慢速线肯定比快速线走得慢一点。但是只要保持金叉，就是上方的这2根均线保持金叉，大概一段时间啊，根据参数的不同啊，如果是12和26参数呢，那基本上保持个3到4天，那么这一个慢速线肯定也会到水上去啊，这就是两者的关系。好，那么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组成部分。对于这5个组成部分，快速线、慢速线啊、红柱、绿柱、零轴，你现在应该大体要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它研究的是什么？它研究的就是2根指数平均的均线，它们之间的扩散关系以及趋势的持续关系啊，你可以去这么了解 MACD 啊 MACD。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再深入的探讨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刚才我前面讲MACD 它不是趋势类的交易指标，或者说它代表趋势，但是你最好不要用它直接来简单做趋势交易。这里呢就要提到 MACD 的使用环境啊，因为视频的原因，其实我有很多内容还没能够讲得太细致啊，因为讲太多视频时间就太长了啊。以后呢，我们慢慢会更新关于 MACD 的内容啊。如果你对技术分析感兴趣，可以关注呢这个阿哲讲技术频道啊，以后呢可以多来听多来学。好 ，MACD 的使用环境啊，我稍微讲一讲，你应该能够理解。现在呢，我把刚才的2个指数平均，也就是 MACD 研究的对象呢，放到了主图上。好，下方呢是 MACD 的常规参数。那我们如果简单来做这个趋势交易的话，你会有一个误解，或者说你会有一个经常出现的错误的使用。比如说，你可能会这么去想，这个均线出现的位置金叉的位置在这里，是吧？在这里。好，而下方 MACD 呢出现金叉的位置在这里，哇，这感觉效果比直接用这个EMA 效果要好很多，因为它直接提前了2周，它直接提前了1到2周就给出了一个金叉的信号，而均线它是等到这个1、2周后才发出金叉信号。如果我能够在这里买，那是不是比在这里买效果要更好呢？那是不是我在趋势交易的时候，我能够更早的买进股票呢？大家注意，这里就有2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做趋势交易一定会存在的问题。如果做趋势交易，你想要稳定把握到趋势，那么不可避免就是一定是滞后的注意了，从来没有一个指标能够让你越提前并且越准确的把握到一个趋势的买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绝对的悖论我们说做趋势交易就必然是滞后的必然是滞后的你说我又要把握到稳定的波段又想要提前把握到趋势交易，一般来说不存在因为往往这个点它不叫趋势的买点，它属于左侧的交易往往这种点它还不构成趋势这是第一点，就是本身存在的一个不合常理的一种说法不存在呢趋势交易能够更提前的说法。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从底层的逻辑上去了解所谓的 MACD 金叉买在均线金叉前的这种说法。刚才我们已经理解到了 MACD 研究的是上方2根线它们之间距离的扩散关系，就它们离得越远MACD 的这个快速线呢，它走的会更陡那如果在水上的话，说明呢是多头水下的话是空头是吧？我们刚刚讲的。那么现在的快速线在水下，说明上方是空头。好，这是第一个解释而它一直呢往下走，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空头的趋势一直在维持，并且它一直在稳固它的距离
越来越远啊，说明这个短期下跌呢越来越快啊，两根均线离得越来越远，空头趋势呢越来越浓啊，这是对它的一个解释。好，那么慢速线肯定是相同的方向啊，相同的方向。那么它的金叉发生代表什么？它的金叉代表在空头趋势之下出现了一波反弹，导致呢短期的这一根 MACD 的这个快速线啊出现了上拐啊，并且穿过了慢速线。这其实它只能代表一个含义，本次空头趋势下出现了反弹，这个反弹力度呢还比较大，导致这两根均线的距离很明显的就靠近了。所以你会发现下面就金叉了呀。它代表就是这个意思，其他的并没有，它只代表这个意思，短期反弹力度强，而后出现了两根均线的靠近。它能代表这里就是买点吗？不能。它能代表这里一定会出现上涨吗？也不能。它只是代表短期有一个力度较不错的反弹，大家注意了，我说是力度较不错的反弹，同时导致均线的靠拢，所以金叉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金叉它代表是这一个意思，而不是代表它能够买。那你会发现的是，如果按这么说的话，它这个金叉买点能够提前买进，那么反过来是不是说它的死叉卖点能够让你提前于均线卖出呢？你会发现确实挺提前的啊，它在这里呢让你去卖，它在这里呢也让你去卖啊。我们说这个冒红柱就是死叉啊，好，在这里呢还是让你去卖啊，在这里还是让你去卖。你会发现的是，买点看着挺好的，但是卖点呢，这里卖了，涨了踏空了，这里卖了涨了，卖到了最低点啊，这里一卖又是最低点，这里一卖又是最低点，真奇怪啊。所以大家注意了 ，MACD 的金叉和死叉，它其实不代表买点和卖点，这一点你要特别的注意啊，特别注意。为什么你经常用金叉买进就是头呢？为什么你经常用死叉买进就是底呢？为什么用死叉卖出就是底呢？好，把这个诀窍讲出来了，死叉买进啊，以后有机会教大家。那不是所有死叉都可以买啊，大家注意了，不是说死叉就能买啊，这个你千万别误会啊，别到时候出事了找我啊。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金叉的位置真的好吗？它其实是一个短期的头部，你如果买进了，将会吃一个调整啊。你会发现这一个死叉的位置真可以卖吗？一卖它就是最低点啊。这个死叉的位置可以卖吗？一卖就是最低点。我可没有改参数哦，这个参数是原始参数，就是最多人用的参数。也就是说，很多人按照这个操作，它可以很精准的什么呀？你看这里是金叉，注意了，这里是金叉，红柱消失了，金叉最高点买进。好，那你会发现死叉又出现了啊，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很明显，在趋势形成的环境之下首先第一点就是金叉死叉不是买卖点。好，第二点就是在趋势形成的情况之下 ，MACD 它其实不适合在这种趋势背景下去使用。你会发现的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你没有必要去研究均线的关系了。你直接拿这两根均线会比 MACD 更好用，虽然我买的晚，但是它会更加准确。你会发现在中途当中有出现任何卖出信号吗？没有，没有出现任何卖出信号，没有死叉，也没有跌破均线，但是 MACD 却经常死叉，经常金叉，反而会导致在趋势交易当中犯一个大错，就是频繁交易。所以 MACD 它不是趋势类的交易指标，它其实叫动量指标。大家注意 ，MACD 它其实是动量指标。动量指标呢，就是它衡量的是上涨下跌的力度关系刚才我们说了，金叉代表什么？短期反弹有力度有力度，代表就是这一个叫力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真正的使用 MACD 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用金叉和死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看的是什么？能量柱可能我们看的是它们的位置关系，我们看的是能量柱它连续出现了几根，我们看它的高度，我们看它的面积，但我们很多时候不会单纯的去用金叉死叉
啊，不是说没用，而是说不简单去使用。好，这是呢有关于这个MACD 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指标逻辑和指标使用环境啊。更多关于 MACD 的内容呢，我们后续会逐步更新，甚至呢会在一些实战当中去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还没有点赞订阅，那么也可以呢点个赞，可以点个订阅，以后呢可以多来学多来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呢在下方的评论区写上啊，我看到呢会进行回复。好，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那么今天就先到此结束，我们下期更加精彩，下期再见，拜拜。